侯总，侯老板，什么事儿？你雇的，还满意吗？满意什么？对外说是助理，实际上是从安保公司给你雇的贴身保镖。对外是给我雇了一个保镖，实际上是你找了一个人24小时看着我。你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你不要随意改变我的生活，好吗？有人破门而入，有人要打击报复，是他们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不是我。谁要打击报复？你以为那个人没去5号码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要不是他从我这儿拿了钱，你以为他会放你鸽子啊？啊？侯总，你消息是真灵通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，那就是我的生活，我自己说了算，请你不要插手好吗？我也告诉你，保护你的安全，就是保护家族未来继承人的安全，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决定。十一，带他出去吧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能走？如果我失职，没有按合约保护好你，被开除，我才会走。那太麻烦了。这样啊，侯总给你多少工资，我给你2倍，你赶紧保护别人去。我先好了，这报表你再检查一下啊。不答应是吧？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麻烦你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咖啡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您的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，这是什么咖啡啊？啊，帮我换一杯手冲咖啡。好的。您的手冲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你回来。你会不会冲手冲咖啡啊？这温度根本不够，这咖啡豆都没散发出它本该有的香味儿。好的，马上帮您换一杯。您的咖啡还满意吗？凉了。帮您换杯热的，加热过了。什么叫加热过了？微波炉打的吗？啊？咖啡是可以加热的吗？你对这杯咖啡有最起码的尊重吗？我问你。啊？要不我再帮您换一杯？不喝了，一天的心情都整没了。你是那个舞刀弄枪的51吗？是我。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多指教。你这性格不是挺火爆的吗？啊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啊？早上吃药了？突然懂得温柔贤惠了？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给我笑什么？保持微笑。没事。那有事您叫我。我先出去。哎，把这个咖啡端走。好的。你给我好的。
其实吧，我对你们保镖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。那既然你都是我的保镖了，就给我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做了7年保镖了，以前是散打运动员。没了？没有了。糊弄谁呢？详细的自我介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你那回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？没谁，训练任务。啊，你们训练跳楼追一个柔弱男子，还揍一仗？不用不好意思说，跟我直说没事。男朋友吧？你就说嘛，都能理解。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需要相处，对吧？多沟通有助于我们日后好相处。做你男朋友是不是也是高危职业呀？啊，动不动就动手，动不动就挨揍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什么也不敢讲。干什么的？上！我们撞人了！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你们怎么开的车？把我是不是给撞了？你们说怎么赔车是我开的，跟我说吧。？2万，给我们2万，我们马上找人。碰瓷儿是吧？碰瓷儿的，碰瓷儿是吧？你，那你遇上我算你太幸运了，我就不赔你怎么着，不赔你说谁碰瓷啊？哎，抓我领子是吧？是不是要给我动手？是不是动手？是不是要动手啊？上车，别动手，好好说。还管闲事儿呢？行啊！不要吵了！疼！没疼！不错啊，你啊，有两下子，厉害。跟你那几个哥们说一下，对不住啊。什么哥们儿？哪几个哥们儿？刚才拐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一辆天使救援队的车，你的资料里显示你是天使救援队的队员。哦，是吗？我有队友在那边是吧？没看见他们。刚才躺在地上那个穿着救援靴，另外打你那2个人，虎口有缆绳勒过的痕迹，你的虎口也有，而且我能感觉到，他们不是想真的打你。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不用说了，我就是测试测试你，是不是会真的保护我，啊？结果还不错，这个功底还可以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都能帮我摆平啊？啊？这么想想还是挺开心的，有你们个人。我的工作是保护你，不是伤害别人。我就问一问。哎，前面那酒店靠边，给我停一下，我要上厕所。马上到家了。我要现在上，我憋不住了。帮我停一下。哎，忍一会儿。停一下！来了！哎呀，去！哎，干嘛呀你？上厕所憋死我！哎呀，洗！哎呀，永远不
鞋，真是。阿姨好，我是51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侯杰他爸打电话跟我说过了，就叫我张姐就行了。在这边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尽管问我就行了啊。需要什么你就告诉我就行了。你看，我还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双拖鞋。我自己带了一双。啊，还带了一双。我穿这个在家里方便，跟脚不耽误事儿。家里都不能放松。你的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我能不能先四处检查一下？检查？可以呀，可以呀，随便检查。我一天打扫好几遍呢，到处都干干净净的。好的，我来，来，检查。别动那画，松开。干嘛呀你？没完了你啊！在工作呢，真是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工作流程。这个房间被闯入后没有做过安全检查，我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录音装置或者摄像头。我用不着，你赶紧我出去，门口看着就行了。走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张姐，这个房间啊，那是书房。你干嘛呀？你别没完没了，我告诉你啊！行了，你出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人家在工作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他是不是能保护你？谁知道呢？假正经的。什么假正经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要真能保护你，那就对了。我看看谁还敢闯进来，谁要闯进来，他就揍不死他。你看完没有啊？出来！没完没了。谁呀？我叫的人来了。什么？你还叫人？你叫什么人啊？哎，你好姐，我们安装监控了，这个工作证。哦，进来吧。哎，好的。不是，装什么监控？谁让你装监控的？是我向侯总建议的，侯总觉得很有必要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不用装了，走吧。预防万一有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，或者说有些人在不该出去的时间出去了。你就是不该进来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讨厌，不说。我觉得应该安了，我心里踏实。他是什么？哪有在家里装监控的？多别扭啊！师爷，你这个监控安给谁看呢？只有我。哦，对呀，就是一看有什么呀？他现在不是看着你，你怎么不别扭？哦，在监控里面看，你觉得不方便了？那也不行，家里装监控，你有病吧？隐私你懂吧？啊，隐私懂不懂？哎呦，我那再说了，哎，行了，还隐私呢？你大穷拉了屎，那屁股都是我给你擦的，你有什么隐私啊？真是。放心，不是每个地方都安的。那也不行，不能装，听懂了吗？不能装，听到没有？今天你们要是装了，我就给拆了，听到了？嗨，你拆。那个还装吗？当然装，进来吧。啊，师爷，你忙，我去厨房收拾啊。在那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整个客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还有，书房的那个角落装一个。好的。餐厅的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要看到大门。啊。还有这边。
这个角落要看到整个走廊。行，谢谢。还有这边，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3个门的区域。不是我不让你装，你听不懂吗？装我门口来了，不行，懂不懂？豪杰，干嘛？你给我过来，别再影响人家工作。你听没听见？过来。干什么？ 3、别装，懂吗？别装。 2。来啦！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来了？干嘛呀？过来！来了。装完以后，信号要覆盖到我的手机还有笔记本电脑上，我要共享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开始吧。哎，那个姐，你看看手机，数据已经连到手机上了。书号安好吗？这袜子能套路吗？画面挺清晰的，谢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手放下，手放下，站好，手扶抬头，对，把胸挺起来，站稳了，别动。干什么呢你？楠姐下班了，哎，你说那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行，那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咦，敢拉黑我？来，谢谢吃点张姐。水果，不客气。张姐啊，这客厅怎么没放电视，挂了幅画啊？侯爵不让放电视，你没看见呢？他整天就拿这幅画当电视看呢。谢谢。这幅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这幅画画的是他跟他妈妈。我看资料里说，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。是。那年呢，他妈妈带他出去办事儿，开着车出了意外，把车开到河里去了。他妈妈当时竭尽全力把他给拖了起来，可他妈妈，那时候啊，他才5岁，但已经有记忆了。那对他的影响应该挺大的。可不是嘛，我就看他长这么大，他也没从这个事情里头走出来。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、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啊，他的心里啊是有伤痛的。妈妈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哦，客户家里面。我问你，这朱大鹏怎么回事啊？我把他表妹的实习联系好了，他倒把我拉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是不是因为你爸呀？没有，跟我爸没关系。我才不信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告诉我啊！行吧，那个我把我爸一起拉进来，
一起说，免得我说2遍，好吧？嘿，少见啊！脸怎么肿了？你脸才肿了呢。镜头太近了，变形了。你们俩现在都在啊，我正式的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跟朱大鹏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为什么？性格不合。性格不合不是理由。性格不合怎么不能成为理由啊？要真是性格不合，必须分手，绝对不能凑合。你们之间有没有第三者？俩人在一起就是搭帮过日子，那就是因为你爸。真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以为我愿意你爸这么累赘，我是累了谁都受不了。那你又为世一做什么了？公司宿舍，把他往运动队一扔就不管了。大鹏好歹还是我领导介绍的。你能先听我说行吗？我跟朱大鹏呢就是普通的分手，没那么复杂，你们也不用多想。我现在有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工作上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好吗？我的事说完了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有事儿。这么晚了，你下班了，休息吧啊，赶紧回去。别盯着我，不舒服。有事吗？没事吧？你下班了，你现在休息了，懂吗？你可以回去睡觉了 ，OK 吗？别动啊！不要动啊！你还知道来呢？快点，快点啊！哦，就在这里啊。看我哎，洪公子来了。呀，怎么样？在换妞了？瞎说什么？我先找一司机。哎呀，司机怎么还换个女司机啊？啊，女司机怎么了？这赛车冠军，我这刚退役过来用用。哎呦，还是个老司机啊！行啊，不是，我那边看看去。行行，回头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哟，你什么情况啊？这谁啊？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家远房一亲戚啊，叫11。你要想叫13也行。13。啊，你叫她那个大表姐吧。啊，大表姐好。原来是亲戚啊！我说，你们俩怎么长得有点像？啥？我俩长得像？你是说五官都长齐了这一点吗？嘿，大表姐，还记得我吗？上次真得谢谢你，多亏有你在啊，我们家这臭孩子才没被人揍死啊！咱们正式认识一下吧，我叫海星，星辰大海的海，星辰大海的星。表姐好，我叫小丹。你好。这很跌宕啊哈！别瞎扯，快。艾米呢？啊，那个刚入手一 M5，刚才抽嘚瑟半天，他气焰嚣张的很。哦，这台是他的，看看去。
这挺有点肉啊。嗨，兄弟！哎，怎么样？姐们儿，我买的这辆车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我必须给你们介绍一下这辆车，4.4T V8发动机，600匹马力，最快可达750牛，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.4秒哦。涛哥准备挑战了！这干嘛呀？这是？涛哥挑战 S 级弯道啊？能行吗？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太差了！哥们儿，我说你这技术开的不咋地啊，行不行啊？行啊！哎，我们这算了吧，对吧？冠军姐姐，你来给我们打个样吧。对，走一个。我们是左舵车冠军，但是右舵不适应，开坏了。吹牛的吧？我跟你们吹什么牛？不信我开给你们看看。蛋蛋，这右舵车我也没怎么开过。一会儿少吹牛。啊？一上来做这个弯转折，起步油门到底，松手刹，车出面之后，第一个弯道你不会管能不能过去，直接一脚踩住离合，打方向，系好安全带。能行吗你？先来个原地掉头震震他们啊！最基础的，这是我只能口述出来给你的技术了。踩离合，拉手刹，打方向，啊，一起啊！系好安全带。哎呀，是得系好，这不系好太危险了，命要紧。十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不用紧张，我在这儿呢，什么都不用怕。这个车开的有两下子啊，还不错，挺像样。那我要是以你身为一个保镖啊，不光不好好隐藏自己，不把自己当成空气，反而站出来抢这个雇主和雇主朋友的风头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当理由去投诉你，然后解雇你？你可以试试。好。
所有救援队请注意，所有救援队请注意，老农场宿舍楼倒塌，被困人数不详，速来救援，速来救援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队长，队长，请把定位发到我手机上。收到。准备出发，请按定位开啊，越快越好。注意安全！救援队所有成员请注意，接指挥部通知，救援工作基本告一段落。为防止二次坍塌，请所有人员撤离现场。所有人员撤离现场。什么情况，兄弟？你怎么才来？不行了。现在有二次坍塌的危险。那里边怎么办？等会儿，王队长，麻烦你再跟指挥部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安全撤离了？好的。指挥部，请确认一下，是否所有的群众都已经撤离？你进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？等会儿，等，有危险！没事吧？啊！你扑我干什么？哎，侯爵，听你女朋友啊，上次出手打的我们可是挺狠啊。没错，没错，厉害啊！我救援的事不让张姐知道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我进救援队那天，我就宣过誓，在危机面前，我竭尽所能去挽救他人生命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再干扰我救援，懂吗？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理念，保护他人是我的工作，而你只是志愿者。救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先应该考虑自己的安全呢？那你就别想了。你作为保镖，你要跟我统一理念。我之前要开除你，那是因为我爸，我不喜欢他强制的干入我的生活，跟你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再来干扰我救援，那就是咱俩的事儿了。我去救援，我帮助每一个需要救的人，我分文不取。你做保镖，谁付钱保护谁啊？不给钱的，不管人家死活，咱俩高下立分。你做志愿者是偶尔为之，而我是职业行为，分分钟钟都在工作，不拿钱我怎么活？你这样比较不合适。来，你接着说。好，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下，既然你做救援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做救援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一定要排序的话，自己的安全第一，队友的安全第二。第三是被救者的安全，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机会救出更多的人。哎，你把我们救援原则背得挺熟啊，啊？职责所在，对于你，我做了足够详细的功课。我告诉你，你刚才那段话说的非常对，但是我不听。今天你是没耽误我什么事儿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下次如果你再来影响我救援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这黄月的结婚请柬我可好不容易搞到的啊！
你要是憋着什么坏事儿，可千万带着我玩哈。有请美丽的新娘幸福入场。我调查过了，黄月的老公叫白泉，比黄月小2岁，本地人，身高体重不详，父母都是3甲医院的主治医师。这小子之前在国外学的口腔专业，去年回国没进大医院，而是自己开了一家口腔护理整形医院，还挺火的。据黄月身边朋友说，黄月和白泉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认识不到3个月就领了证和感触，也正是因为这点点滴滴汇聚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承诺。今天，他们也将在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许下今生今世的承诺。说婚姻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，更是彼此的托付和珍惜。此时此刻，新郎白泉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与眼前这位聪明漂亮、美丽大方的黄月女士结为夫妻？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无论贫穷富有、快乐忧愁、健康疾病，你都会永远的陪伴在她身边，去爱她、关心她、照顾她，并且用你所有的爱给她一生的幸福，直至永远。坚定地告诉她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这男的长得一表人渣，俩人真般配啊！个儿倒挺高，气质差点，杵着跟电线杆子似的，跟你没法比，还不如我呢。你说吧，怎么搞？动他哪儿？废话，你准备好没有？哎呀，几个选项啊，要不在他交杯酒里下点药，要不然给他鞋里安点图钉，再不然啊，就在那大屏幕上给他换点刺激的，或者都来我也都行。你怎么那么坏呀？下流！我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人吗？是，坏事你都明着干。坚信他们以后的生活也会像这个吻一样，既甜蜜浪漫，稳稳当而又值得留恋。今天咱们送礼。你有病啊！这多少钱？买你好几个饭店吧。你这渣女都跟人结婚了，算了，你这属于肉包子打狗，一去无回。要不帮我这打一打？那么接下来呢，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送祝福的时间了。我还打狗吗？也将给大家带来一份意外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接下来有请新娘亲友团的一位神秘嘉宾侯爵先生隆重登场。生干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恭喜啊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月的好朋友，我叫侯爵。今天呢，我是代表黄月的50多个前男友，我们的前男友团来给黄月送上新婚祝福。他是谁呀？不知道呀。恭喜啊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月的好朋友，我叫侯爵。今天呢，我是代表黄月的50多个前男友，我们的前男友团来给黄月送上新婚祝福。他是谁呀？不知道呀，怎么胡说八道啊？你见过他吗？
黄月我们都相处了很久，都知道黄月是一个对感情特别专一的人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对欲望没有满足的人。你给他爱，他跟你要钱；你给他钱，他跟你要空间；你给他空间，他跟你要自由；你给他自由，他让你浪漫。你听我说啊，但是今天啊，那个小泉啊，虽然是你结婚，但是我的心里比你还高兴。我要替大家感谢你，为社会铲除这颗毒瘤。那个，今天我不是空手来啊，我也是带着你们的新婚礼物来的。你看，大钻戒，就是你买不起的那一张，这个是我们50多个前女友偷钱给你买的。收着啊，请你收下。最后，我献给大家一首歌，听我唱完。春天在哪里？哩哩哩哩哩哩哩。过分了，我跟你说。过分了，你干嘛呢？我让开！哎，你这怎么净说这话？站住！侯爵，你这个混蛋！收头！咱们也真够巧的啊，刚好把车就停在酒店后门。哎，幸运。不是巧，是我提前做好了功课。是吗？专业，我大表姐就是神机妙算啊。是吗？哎呦，这等会儿，你那戒指不会真给那黄月了吧？我给他了，我现在塞到手里的。哎呀，这气死我了！你这钱可以省的吗？神经病啊！我看到他那个表情，哎呦，我这心里啊，别提多爽了，太刺激了。那倒是，舒服。今天我要把它命名为最有意义的一天。老师今天给你100分，绝对有意义。他俩今天晚上我估计啊，应该操办离婚的事宜了。哎，你歌唱的不错啊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哎，春天在那小小柳的眼这里，这里有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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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哩，嘿，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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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快换衣服吧，要去敬酒了。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好吧，我承认我们两个确实是好过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早就过去了，以后也没可能了。这事儿还没过去呢，黄月。本来我父母就不同意咱俩这么快结婚，今天你这个什么前男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你今天必须得把话说清楚，你俩到底还有没有关系？不然我没法向父母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交代。他就是个疯子，
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会来这儿闹这么一出，而且我们两个早就结束了，我父母家人全都来了。如果我不是真心的，我会和你结婚吗？他今天能这么闹，说明心里还有你。你觉得他今天这样的表现，还有哪个女孩敢跟他在一起啊？李叔啊，大鹏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李叔，你有电梯，你干嘛爬楼梯啊？锻炼锻炼。哎，这刚装的门怎么就拆了呀？嗨，一言难尽。叔，进屋说吧。好。辛苦了。好嘞。叔，您是我们的介绍人，我也就不瞒着您了。我和11分手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聚少离多？他把你的门给封上了，该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吧？不，李叔，绝对没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11和他的一个客户好上了，在大街上被我撞见了。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了，你懂的。看这丫头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呐。我也那么想的，所以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。结果被他骗得死死的。他说要工作，没时间陪我。这下我算明白了。结果他把时间都给了他那个客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那他装防盗门封你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着吧，他可能是恨我把他们给撞上了。哎呀，财神爷保佑啊，保佑啊，保佑今天比昨天好，这个月比上个月好啊！八方来财，招财进宝。哎，保佑啊！摇起来！私人珍藏面来喽！老板，你的面。日子过不过了？你要反天啊！这么多肉，够3碗面了，你给我吃？你有病吧？不晓得，这个牛肉啊是昨天剩下的，不是很新鲜，卖给客人肯定不行噻，所以就给你吃了。这对啊，这。刚才你有没有看过就飘过一只花大姐？啊，花大姐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花大姐？老板，何方妖孽？怎么样？我今天是不是哪里不太一样？是不是非常的时尚？时尚，你真的太时尚了。这是您是哪位啊？哎呀，老板，我都来1个多月了，我是娃娃，你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是，你是花娃娃呀！看来你这是怎么的？把天哥面粉和调料都偷了，往脸上糊了？这哪能这么说我呀？前2天吧，我小姐妹带我去了个超棒的10元店，我走进去一看，哇，这么多好东西，然后我就咔咔一顿买嘛，然后这不今天就全招呼上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娃娃，我呢给你10分钟，赶紧把你脸上这些调料都卸掉。我说这一上午怎么没有客人呢？赶紧10分钟。讨厌，怎么不懂欣赏呢？你这个人真是。喂，第17次相亲 ，Game Over。这么快啊？这次是为什么？别提了，一下子也说不清楚。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消停了吗？没。昨天晚上做了1晚上熨衣服的梦，把我累坏了。醒了，我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，现在明白了。我这客户啊，太闹腾，我一直想着怎么熨平他。这么难搞定啊？我下午去找你一趟，做个客户回访，帮你烫平他。师爷，我中午要吃海鲜炒饭。不说了，挂了啊。海星，
1份大份的海鲜炒饭，多加肉粒，再来1份烫青菜。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回去。是不是又背着我说我坏话呢？说。你倒挺诚实啊。都说什么了？我听听。说你不好好锻炼，偷听别人打电话。哎，春燕，我问你啊，不会，但是也会。什么就不会？我问了吗？你不就是想问我会不会跟进去吗？现在不会，如果里面发生情况，我会进去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吃面怎么不配蒜啊？这基本蒜白干。来，给你包着。吃面配了蒜，客人怎么办？我们搞服务业的，你得算是怎么招呼客人。你这个觉悟不行，得提高啊！赶紧跟天哥学习学习，你这个意识特别不到位。现在，那行吧，那要这样的话，就把这蒜留到晚上当宵夜吧。反正我买的多，10斤呢。10斤？你有病吗？蒜买那么多干嘛呀？老板，你别着急嘛，我就是遇上一老乡，他非要卖我蒜，10斤蒜，你猜他收我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块。这个还行啊，深藏不露啊！我是不是很表扬厉害果然，表扬真的。我早就把这星巴克当成我自己家了。这话我特别爱听，你看看，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家，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战场。好的，老板。为了让我在这个战场更好的战斗，能不能匀一间房给我住一住？现在这外边这房租啊太贵了，我真的有点扛不住啊，老板。那不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叫星巴克吗？给你1间房啊，就得叫星6克了。4间房，1间房住2个人，加起来就是8个人。我叫什么呀？啊，海星开的店，所以这个叫做星巴克啊！老板，你太有才了！谢周，你把你面粉卸掉。付工资啦。好了。干干净净的啊，弄的。小女孩朴素点。海星来了。这身衣服不错啊。把这个数啊。数据啊，马大帅，哎，你又来送外卖啊？哎呀，侯大公子嘴太刁，得伺候。不伺候没办法呀。Hello， 问一下，侯爵侯总办公室在哪里啊？从这儿拐过去直走。门牌上什么都没写，那个就是。您有预约吗？哦，我有预约，谢谢。好漂亮，对呀，好有气质啊。你好，我是神鹰安保公司钱小燕，我来做客户回访。哦，你好，请坐。谢谢。您就是侯爵侯总啊？
您吃饭了吗？要不先吃点东西吧？没关系，我不饿，谢谢。这我自己做的海星炒饭，挺好吃的。侯总平时他自己做一些吃的。对，这健康嘛。但它里边没有海星啊，它就是名字叫这个，挺不错的。你尝尝，你尝，味道真的不错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侯总真是年轻有为啊。看您这，真的是特别有设计师的气质。真的吗？有这种感觉。那您也是做保镖的哈？我是教官，不出外勤的。领导，那真是认真负责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问一下侯总，关于51工作，您是否满意？满意，很满意。因为我大表，应该大力的表扬51。你看他首先形象好，对吧？然后身手好，车开的也不错，认真负责，还出现的很及时。反正我就觉得特别的好，真的。那您真这么认为？是，反正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都想终生雇佣他了。侯杰先生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应该感谢您。您看，像您这样认真负责的教官，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保镖。谢谢。那个像你们做女保镖的，形象要求都这么高吗？形象就是形象好。约会嘛。钱钱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来啦？诗怡。这谁呀？饭。侯爵。这是我们公司的教官钱小燕。侯杰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我是来做客户回访的。听说你对51的工作非常的认可。认可？谁说认可了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，这位先生说您对51的工作非常的满意。你认可啊？就挺好的嘛，大表姐，非常好。不是应该听我的意见吗？那终身雇佣呢？终身雇佣，你想坑死我是吧？就有点误会。这位先生是我儿子。他儿子，未来的干爹。他海星，我叫海星。你好。你好。侯杰先生，您对51有这么大的意见，我能问一下什么原因吗？那原因可太多了原因我跟你讲，首先这个人他不听指挥，他整天跟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让他跟着我，他跟着我；我不让他跟着我，他非跟着我。你说来气不来气啊？还有他老在背后打我小报告，我特别接受不了。24小时跟着你。侯杰先生，这个是51工作的分内职责。还有这个人他总是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和教育。你说，你对你客户提什么批评教育？哪有教育客户的呀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以后呢，您有什么要沟通的，您有意见或者建议都跟我说，我尽可能的帮您协调，你看可以吗？能投诉是吧？是的。那说明你们还是一个正规的公司，那我就投诉他。希望你们回去能对他加强教育，好好管理也希望他能自己反省到、认识到错误，好好改正，好吧？好的。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沟通。加微信了。我加上微信干嘛？不好，不方便吧？要那个那我转给你，我转给他，他没带手机是吧？那我就先扫。三生名字挺不错的，我会转给他的，谢谢。你们工作谈完了，是不是可以去吃饭了？那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
辛苦啊！回去好多加教育啊！回那么早，是不是喜欢人家？眼睛还掉出来了，没出息的样儿。不，老板还行。啊，你那小侯总的朋友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没有，那人挺好的，而且很能干，自己开了一个餐厅民宿，挺努力的。哦，可能见着你比较紧张了吧？相亲怎么样？说说吧。别提了，这哥们儿经济条件好，长得也帅，应该能找到愿意嫁给他的人，但这个人一定不是我。你说你每次遇到的人问题好像都是不一样的，没文化不行，经济水平太低也不行，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我真没有什么要求，有感觉就行。得，这最难了。炒咸了点。啊，拿个水给我。啊，完了，完蛋了。谁完蛋了？我完蛋了。怎么了？我遭遇爱情了。你遭遇啥？就是他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看看啊，这种，哎，我不敢相信。你看啊，人平时生活干嘛？没事就喂喂流浪猫，多有爱心。然后你看，运动，什么木杆打出300多码是多少米？挺远的，挺远。哎，你看这平时这，你看这穿着，你看这品味啊，身材、形象各方面，我觉得比大表姐还漂亮。哎呦，太完美了，完美，我的菜。那你不搭？这怎么不搭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根本就降不住这种的，我告诉你。什么叫降啊？女性是用来尊重的，仰望。而且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这找的是妻子的，就是她。海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委婉的跟你说啊，我不打劲的跟你说啊，你没戏。就是她。可别看了。爱情的滋味。真甜，整个世界都甜了。没正形。我爸昨天又打电话找我要钱了，你知道他要多少钱吗？20万，20万，我上哪儿给他弄去？我每个月往家里交钱，我真不知道他们拿这些钱都干嘛了。你说我们那个地方那么小，物价那么低，他们要那么多钱干嘛呢？哎呀，你说咱俩真是同病相怜。你说我结婚要不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，我真得被他们活活拖垮。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特别爱你，对你特别好，就是经济条件不好呢？那我更不敢同意呀，我不能坑人家呀。亲情都这么不靠谱了，更何况爱情呢？亲爱的琳达教授，谢谢您的关心。您应该也知道我回国的原因了，毕竟是父命难违啊。回来之后，我也感到极其失望。
公司的设计理念和家父的性格一样，刻板又固执，缺乏创造力。整个公司找不到和我在同一理念的同事，个个都只会做应声虫。我深感悲哀。你看见了吗？确定是你的邮件？是。喂，安保部吗？我是51。好的，明白。安保部已经报警了。喂，好，马上过来。这么累。平时真的不是合作画班了，就是这么聊什么呢？啊！知道你们看见邮件截图了，我电脑被人黑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怎么了？该干嘛干嘛去！我已经让马勇去起草一份声明，正告全公司这次的邮件事件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捏造和诽谤。你呢，也要配合发伪篇声明，态度可以很愤怒。你要告诉全公司，这邮件不是你写的，它不是你的想法。我刚才已经在设计部说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顾全大局4个字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如果你不出面解释的话，你不仅会降低我在公司的威信，你还会让全公司的员工集体排斥你。那排斥我呗，你排斥我怎么办？反正我不道歉啊，我也不解释，那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嘛。你的想法现在不重要，这些想法现在已经不在你的心里，在全公司人的心里，你必须要为此负责。我负什么责？负责不应该是黑我电脑的人负责吗？那是该警察管的事情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什么大事没做成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？那你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菜做的难吃，我还不能说厨子2句了。哎呀，我到底什么水平？一会儿开会，你看看我的报告就知道了啊！自己别瞎生气了啊！你吹吧你。喂，马勇，声明不用起草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说了不用就不用。海神8号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跟啊，今天早上我刚刚把这个项目的方案做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看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啊，我希望跟你们能真诚的沟通。到底在搞什么呀，侯爵？我的设计方案也被黑我电脑的人给黑了。戏演够了没？我有什么好演戏的？散会。侯爵留下来。散会。今天就要送标书了，你居然把工作做成了这个样子，你有没有拿工作当回事儿？我干嘛不把工作当回事？你今天瞧不起这个，明天瞧不起那个，你就是拿这个作为你的资本的吗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
我说了，我项目做好了呀。没人比我更愿意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。你是我爸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？拿什么来证明？我证明不了。我能证明。侯总，您看一下。小侯总昨天晚上一直工作到天亮，后来太累睡着了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儿子，我错怪你了。那是应该的啊！我回去赶紧把项目复原了，争取赶上竞标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的方案肯定已经外泄了，没有任何的竞标价值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来想办法。何觉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听说你又跑去参加那个什么救援了，是吗？啊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去了吗？如果说我早知道你这么不听我劝告，我可能雇的不是1个50亿，有可能是2个，或者说是3个。何娟，你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学会换位思考。50亿一天为了保护你，他的神经是高度紧张的，工作量是巨大的。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？要是嫌工作量太大，他可以不干呀。我又没想招保镖，对吧？你要是心里过不去，去跟安保公司签个协议，赔点钱，这事就完了吗？想让我停止救援吧，不可能。还有啊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保镖。我需要，我需要他来保护你，明白吗？你是我儿子。你需要你留着吧。你先出去吧。侯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走吧。这警察呀，刚调查完走。怎么说？他们说呀，这次黑客是以散播病毒的方式来进行入侵的，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电脑上，而且就如友情提示说的那样，他没有对公司的电脑有任何的损伤。但是侯爵电脑里所有的信息，最重要的是他的设计方案，都保不住了。我猜到这个结果了。还有，现在方案都丢失了，咱们要不要退出这次竞标？当然不。这次项目虽然小，但是我更看重的是跟海城集团以后的合作。所以这次竞标咱们必须参加。
喂。休息会儿啊。啊？请你喝杯咖啡。喝咖啡啊？好啊。最近真查呢啊，特别请坐便宜吗？那当然了。小何总好。走。待会儿把链接发给你。啊好啊，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我来，让我为你冲一杯咖啡，让你感受一下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是怎么冲出来的。第一步，把咖啡袋撕开，然后啊，不要倒进去太多。我们这个大小的杯子啊，我们倒个70%就好了。然后温度在83度左右的水，哎，刚刚好。将它融化，拿起搅棒，均匀的左右搅拌几下，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就这样冲好了。尝尝。怎么样？不错，的确是速溶咖啡。手冲的今天用完了，我只能拿这个给你讲解。但是虽说是速溶咖啡，但是里面满满都是我对你的感激。今天非常感谢你。不用谢啊，我只是说出了我亲眼看到的事情而已。对嘛，你这个人啊，虽然脾气很差，性格不好，但是你为人非常的正直，这就让我特别的佩服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夸奖。所以，我心里暗自下决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友谊的阶段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互相信任的朋友多难得呀，太难得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有些事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了，就不用告诉其他人了。没问题。不过，你如果去做救援，或者是做一些伤害到人身安全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向侯总汇报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你要看情况而论。不能看情况，这是合约规定，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向甲方汇报被保护人的重大动向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但是人无完人，你怎么就没有同理心呢？我觉得做志愿者去参加救援是挺好的事儿，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的。能说说为什么吗？不能说。多喝点咖啡吧，喝浓点儿。小豹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侯总。侯总您好，侯总您好，好久不见，小安。好久不见，侯总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侯总，咱们上一次见应该还是我在论坛上递名片给您，没想到您还记得我。我们侯总爱财，对你是过目不忘。哎呦呀，谢谢侯总，来喝茶。侯总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我的设计要和你们公司同台竞标了。